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早安中国。好，我是方伟，很高兴跟大家又在这里见面了啊！好，那我们另外两位语坛人，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是善，嗨，大家好，大家好 ，Good morning，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你應該用廣東話再說一遍。用廣東話這樣提醒大家，你的頻道叫做什麼來着？有冇搞錯？歡迎嚟到早安中國啊！咁啊，睇完之後，如果中意嘅話啦，就可以去廣東話嘅粵語嘅頻道，叫做有冇搞錯？可以揾到嘅。好吧，來這個跟着時善學粵語啊！哎，秦鵬，哎，打招呼。好，早安中國，晚安美國，大家好。对，这样比较全啊。好，来我们凑一下，好吧？我们还是凑一下话题哈。我觉得，因为我是美国背景嘛，我觉得这个叫做奥巴马和川普哈，政坛叫做什么明争暗斗哈。我觉得美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明斗或者明争吧。因为奥巴马已经昨天是反击了。川普接着就反击，然后今天加巴德，其实他昨天就说他今天会爆大料，今天他果然也爆了大料，所以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一定要谈一下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谈的话题。另外呢，就是昨天川普一把签了3个关税协定，对不对？3个国家啊，对啊，所以呢，这个关税协定好签还是不好签呢？这个我们可以谈一下哈。是善，你觉得中国那边谈什么？哦，对的，这个川普这边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斗争啊，有点像西部片。大家站好了，拔枪，啪，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看谁死，就这么回事。是中国那边呢，有点像是这个宫斗剧，就表面上大家都是你跟我笑，我跟你笑，脚底下踢得不亦乐乎，然后那个刀都是在背后捅来捅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肯定要讲，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消息说，那大家都知道北戴河可能下个月初就要开了，那还有的有消息说这个月底会开政治局会议，那么这个政治局会议。据说要确定很多后面的一些议程啊，可能包括四中全会啊，包括北戴河要谈什么呀，甚至到底会不会啊？现在北京也在推，在部队里面在推一些东西，什么肃清余毒。我们关键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余毒到底是谁的余毒？怎么个肃清法啊？我们今天要谈那个。好。秦鹏，你觉得我带来什么话题？我们来谈。我觉得另一个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话题也值得谈，是中国这边的。中国的关税。对，你刚才也是谈的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这样一个关税协定，而且川普呢讲说，会和习近平见面，然后贝森特呢说要跟中国的下周也要见面，这是这个我们说这一盘棋。另一边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这边也是搞了一个叫做海南自贸区。那么7月23号的话呢，就是国家发改委这个副主任就在讲说，今年12月份要封关了，然后的话呢，出现这种什么海南零关税，然后如何的，这样的起来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其实这也是相当于是在明争暗斗，跟美国对吧？因为他肯定是要建成这个跟。香港，这是来自于香港的这个石山老师，还有这个就是方伟，对吧？就说他跟美国，他肯定是要去竞争这样的一个这种实力，那他到底能不能做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能不能救中国这个经济一命？我怎么觉得加上这个贸易，我怎么觉得海南这个自贸区有点变成笑话似的？因为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1986年、87年。就说要在海南搞自贸区啊，又封关呐，又是什么交给外国人管理公司管理啊，如何的，要说零关税啊，如何，还有自由进出等等啊，我还专门跑去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跑去看。然后到现在你说那个多长时间了？已经多少年了？40年，已经40年了，才40年，才40年，这个简直到现在还是说每次都有消息说啊，明年要封关了，什么下半年要怎么样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我看它是有一些技术问题，它处理不了。好，我们就待会儿详细的请这个石山给我们来掰扯哈，海南的故事哈，到底怎么回事？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哈。我们先讲这个川普、奥巴马跟这个叫做，其实就是通俄门嘛，重新翻过来一遍。我觉得今天最震惊的是什么？昨天呢，奥巴马回来之后，奥巴马基本上就说我们轻易这个不谈这个事儿，不回应哈，就是太无稽之谈了。现在说到太过分了，我们就来谈一谈，然后就说完全是瞎扯，什么新东西都没有，早就有结论了，等等哈。那么这个。加巴德昨天就说我会爆大料，今天他就爆大料哈。那当然爆大料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主要是2点。第一点呢，他就说他解密了今天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就是怎么讲？2016年
Devin Nunes， 我们都记得 Devin Nunes 啊，以前是众院的共和党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做的这个人很厉害哈，加州中部的那个议员，我说我们加州哈，我原来从加州过来的哈，加州中部的这个众议员，然后呢，他启动一个对这个通俄门的一个调查，把它翻开全部叫进来哈，关门当然是关门了，关门就秘密问，你们什么都得说，说完之后，关键是搞到2018年中期选举，哎，他被干掉了。因为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对，就江山易主，然后呢，又是一个加州的叫做 Adam Schiff， 当年是众议员，现在是参议员了哈。Adam Schiff 上来做这个同样的情报委员会主席，他是民主党的，结果2020年这个中间的时候报告出来了，哦，他主席啊，他不发，保持秘密啊，封存在情报单位，就是包括中情局的一个仓库里头，所以 Devin Nunes 等于是开了个头没有尾，那结果呢？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他主管18个情报单位，什么都可以调得出来，他就把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部已经查过一遍了，我只是把查的一遍拿出来给大家看，全都已经这个就问过的哈。那么结果问这个讲出来之后呢，就基本上就是核实他上个星期五公布的100多份文件的内容，只是搞得更加详细哈。所以说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他在那个叫做那一轮闭门问讯中啊。那么他问了奥巴马的情报总监、奥巴马的司法部长、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巴马的联合国大使，包括联邦调查局主持那个交叉火力飓风，就是通俄门的那个调查案，他的副局长叫做 Andrew McCabe， 全部都问完，他们全都说我们没有听说有什么证据。这些都是主事者哈，当然不能说这绝对主事者当然是中情局长和联邦调查局长，但是这些人周边的国安团队都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确实有这个证据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诸多的就说这里头所有这个就是这个奥巴马最后的情报一个报告哈，叫做 ICU 哈，叫做什么情报社区评估哈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ssessment 里头呢。就是他得的结论就是，普京确实有跟川普勾兑，帮助川普当选。里头只是有一个不靠谱的一个很难被信任的一个低品质的报告，里头有一段语言不详也没法验证的句子，里头是有声称说普京渴望帮助川普胜选。但是呢，同样的这些当时的情报有若干条，简单说3条，一个是来自于普京的一个亲信啊，他的情报说普京曾经清楚表明不在乎谁当选。并且指出说呢，这个哪位这个2位候选人呢都各有弱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俄罗斯这边的情报说，这个其实希望已经在为这个克林顿胜选做准备了。因为俄方也知道他的立场，也相信他会赢并且相信跟他打交道更容易。再一个，有些情报说，普京对川普胜选毫不在乎，甚至他显示他偏好希拉里当选的一个关键情报。还有一些问题哈，你知道俄罗斯他其实 hack 进了那个民主党的中央这个叫做中央委员会的电脑，结果俄罗斯拿回来什么情报？说克林顿、希拉里患有2型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深度的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形成和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大家记得希拉里有一次上车子，大家注意到没有？走了一半就被人家挽住左边的这个膀子啊，都不行啊，还要往右边的还往下瘫，结果再来一个特工再把右边绑起来，这个挽起来才把他扶进车子。大家都在猜，希拉里不是看上去挺好的吗？怎么有这些状况呢？那结果这个俄罗斯 hack 进去情报就是这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希拉里呢，就是说服用为了压制这个感情，他无法控制的愤怒、攻击性和有时候过分高兴啊这种感受哈，结果就有每天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俄罗斯已经拿到了希拉里的健康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当选总统，他们其实没什么理由去破坏他的，因为川普看上去像个生龙活虎的样子哈。总而言之吧，就是全部显示下来，最后的再次核实说，这个 ICU 这个 ICA 这个东西啊，这个情报报告呢，在它的初期，美国情报界完全是说俄罗斯是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干扰的，高层全知道，而且也没发现任何证据。对。然后呢，就硬是开了个会，高层就决定说换方向，就是说有事儿。然后根据这个就做了个情报，而这个情报，这份情报刚才说的这个 ICA 哈，从12月9号奥巴马下令去做，2个星期就做出来，总共只有5个人，好几个情报单位加在一起就5个人去做，
所以呢，中间所有的这些反复核查全部跳过，因为 involved 的人很少，就没有人去给你提出这个叫做反对或者叫做质疑的意见，就一把就过去了。所以呢，整个弄下来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核实了前面说的这一切，而且是正儿八经的，人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历经2届叫做什么来着？民主党这个叫做共和党多数，民主党多数出来的东西。结果我觉得最抓人的就是今天白宫一个记者在白宫说哈，哎，你有指控奥巴马总统吗？就大家都关心这个，对不对？那他就说，我们把所有情报已经给了这个司法部了。那你有奥巴马总指控他吗？他说对，奥巴马亲自领导了 ICA 的制作，就明确这么说。大家看完之后就说，哇，这其实就是今天一个小核弹了。对。你们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到底谁说的靠谱，以及说往下会发生什么？我觉得不太用很高深的这个逻辑推演啊，就把事实摆出来，大概清楚这个怎么回事。没有这个世界上的事没有这么巧合的啊，因为你看2016年11月就是大选，选完以后，川普赢了以后，然后12月9号。奥巴马就开始宣布，他要把这个情报扭过来，要做成他是被俄罗斯操控上去的，所以他就那个加巴德就是直接说嘛，后来4年的政变做好了准备，就是说不停的用这个事在做这个情况，来拼命的谈，但最后实际上证明是完全是子虚乌有吧，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事件里边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证据不是这个加巴德本人调查出来的，他所有的证据其实是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情报机构调查出来的，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对吧？他实际上还不仅是说在2016年的12月这个8号，是准备发布这个报告，然后递交到这个白宫的总统每日的这个简报里边，他实际上是在2016年的8月份的时候，已经是情报机构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是说，俄罗斯没有参与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讲说，俄罗斯其实没这个能力，就是他这个技术角度来讲，他没有能力去把整个这个选举给干预掉，就是推翻掉，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说这样一个证据拿出来之后的话，那就避免了一个这种非常严重的指控，就是说，你看川普政府为了这个说奥巴马有罪，你看他自己盗了很多情报，你现在拿出来他说全是你自己当初你们自己这个盗的情报，我觉得这个其实。情报委员会的这些证词，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们早知道，大家早知道，大家得出来的这个调查的严格的调查结论，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利的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儿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今天其实看到一张图片，这个网上流传的是说呢，这个闹了半天，这个通俄门里边啊，只有2个人没参与。一个叫川普，另一个呢叫做这个普京。你基本有那个图能不能打出来？对，因为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通俄门他居然这2个人没参与？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刚才应该讲了，就是说也许的话，作为普京来讲，他可能是经过评估了。你说这个希拉里其实上台之后呢，他的身体健康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其实对我没有威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评估。另一个评估呢，我其实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作为这个普京来讲，因为在整个大选当中的话，其实这个作为没声音，不是？怎么情况没有声音了？对，这个都没有声音了。秦梦一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老虎打架，我聪明的猴子干嘛呢？那当然就是看了，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第三方来讲，相当于无形之中的话，就提高了整个国际地位。无形当中的话，它就可以从2方中美这个对抗当中，它是获得更多的好处。你说俄罗斯应该当猴子是吧？对呀，他当猴子嘛。既然这样的话，那作为这个普京来讲，干嘛我要去干预个什么东西呢？我就看热闹就完了吗？对吧？谁上台对我某种意义上都有好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你说他这个居然
然这两个这个通俄门被指控的双方的话没参与，我觉得就很重要的一点。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从刑事侦查啊或者什么这个角度看啊，就是那个其实都很清楚。第一个有动机，有受害者，有得益的人，对吧？有得利益的人，有动机，时间完全配到恰到好处啊，然后还有证据，所以这个还有什么好就是可以更多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清楚了。当然，那也许是奥巴马忘了，也有可能。对，反正这个事情呢，你看奥巴马他昨天的反击哈，基本上我简单的说不多念了，其实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本来不想反击啊，现在太荒谬，只好反击。那么说你公布的东西呢，没有这个推翻广泛接受的结论啊，就是说俄罗斯确实有影响总统大选，这个跟说了没说一样，对不对？你没有具体的东西。那么下一句说呢，这个结论在2020年由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马克鲁比奥，就是你共和党这个主事的时候所得出的两党报告已经得到确认。拜托，那是5年前呢。人家翻了这么多东西出来，你说5年前已经没事儿了，这么多东西，就是我说的意思啊，他就没有去反驳，就是这边证据很多，证据很强，这边没有一句具体回去的，就非常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奥巴马确实是非常不利。他的其实一个比较好反驳的点，就是我觉得是反驳说这叫政治陷害啊，对吧？你这叫政治报复，我觉得这其实是最好的反驳点。所以你要说是从具体证据角度来讲，其实他们很清楚，这个奥巴马这边是没有什么好拿出来说是的一个具体的证据，因为他亲自下令的、亲自指挥的干了这么一件，亲自部署的，对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去调查他，而且呢，后来让情报机构的话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各个媒体。让媒体的话去炒，而且媒体当时其实对于那个斯基尔报告其实不信的，但是呢，即使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得到指示了，得到命令了，对吧？华盛顿邮报也好 ，CNN 也好，还是说这个纽约时报也好，其实当时都是参与了的。所以你这个事情其实你也洗不清的，因为按理说你这个政治来讲，你不能去直接去指挥到情报机构啊，还有跟媒体沟通，对吧？你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是越界的东西。再有一个的话呢，你相当于是无数人现在其实在问。既然你能够亲自指挥要去把他给谁干掉，而且是在就是这个当选之后，对吧？还要去继续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后边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你也参与了？因为后来有国会的这个弹劾，然后有的话呢，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对川普的一种攻击，对吧？再后来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想说，还有不同的这些媒体再去跟踪说，川普的话呢，就是跟普京是这个一条船上的人，对吧？他们如何的话，在后来说就要到了这个拜登时期一直延续到，所以他很多人就会再去讲，既然这个事情一直有那么一个老大，那么那个拜登4年是不是也有一个老大呢？幕后老大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目前来讲，奥巴马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而且往下，你觉得往下会一直延续到往后查吗？查到拜登时代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呢？拜登是当时参加国安委员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副总统当时是参与了的，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FBI 局长、情报总监，加上这个 CIA 的局长等等这些大佬全部参与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每个人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角色？这个其实大家至少要问的。作为媒体也好，还说是这个我们叫美国民众，大家当然是要问的。至于说最后起诉不起诉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随着这些证据推出来，大家可能就会得出来一个结论，说，某个人在其中起了某作用，某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等等作用，就跟我们说现在把这个肯尼迪遇刺案那些证据推出来一样。也许的话，你从完整的证据链或者达到这种美国的这种严格的这种起诉角度来讲，能够起诉说当时这个肯尼迪就是被这个某种力量给杀掉的。大家能得出来这个结论，但是呢，你要从严格从司法起诉角度来讲，不成立，对吧？没办法证明。但是呢，随着这种调查，我相信最后可能也会让大部分民众也会得出来一个判断。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现在非常这种潜在的一个前景。现在我看前几天那个Hunter Biden 也出来讲话了，对，也接受采访了，而且是矛头直指
民主党里面的几个大佬，包括 Hillary Clinton， 包括奥巴马，他们这些人，他就是直接在说他们的这个事情。当然，他谈的是另外的事情，但我们不要忘记，当年 Hunter Biden 的那个电脑事件门，电脑门。也是一大帮情报界的所谓这些官员出来说，这个是完全是假的，是俄罗斯人干的。反正这个俄罗斯人倒霉啊，什么事都是他们干的。反正，但事实证明，这个电脑就是有这个电脑，而且就是有这个档案，就是有这一大堆的资料，现在都在网上，这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有人在操纵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这个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呢，看到这个 Hunter Biden 能够继续多说一点啊，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跟那个 Joe Biden 有关。现在越来越清楚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似乎拜登在2024的这个后期，似乎是转向了，对吧？因为很多人也在讲说他后来戴红帽子呀，这个投票啊，包括这个投票的时候那个谁，Jill。对吧？他那个太太也这个好像看起来穿了个红衣服啊，对，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最后看起来这个那夫妇俩，对吧？可能投了川普，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这个问题啊，这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说他老糊涂了，是吧？说这个那个Joe Biden的老糊涂了，然后叫他讲话，他讲完了往哪边走也不知道，所以说他那个状态啊，有时候公开的状态很明显。是吧？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看，一个这些领导人呢，年龄他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上去很精神啊，下台以后1-2年，你看，哎呦，老得特别快，是吧？这个可能我不知道，那个Joe Biden当时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很清楚，我会觉得这个很明白的就是。他有一些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啊，现在两件事情啊，奥巴马是一批，拜登是一批，对，现在在做奥巴马这一批，而且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这个哈，因为在川普上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叫做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非常 worried 的就是怕川普回去追杀。对不对？那时候无论是这个叫司法部长哈，这个 Matt Gaetz 啊，然后再来到邦迪啊，再来到这个 Kash Patel 哈 ，FBI 的这个都在说你会不会追杀？对，包括问川普也是不断的说你会回去清算吗？当然我记得川普当时就是说我要让他们做啊，他们觉得该做就做啊，对不对？就是问不出个名堂来哈。但是我们知道，在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希拉里的电邮门，川普是明确放过的，对，因为他认为国家要往前走，对不对？你明明违法，我手里也有权利，我不办你，因为我们要往前走。那么现在呢？2025年等于回到一样的 situation。你们觉得，就现在川普当然了，川普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办，对不对？你们觉得现在就会顺利往下办吗？还是司法部？我觉得司法部现在很重要。你们怎么看司法部？你觉得邦迪会这个列车就往前开，还是会 hold 住？我觉得关键在证据。你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证据应该是足够的。既然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查下去，就是顺水推舟就完了啊，没错，对不对？是，我也这么看。完了，但是推完之后，我认为就没有停，他接着他会动2020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一场就是 political 的 struggle，一个政治斗争吧，政治斗争。以前美国的。就是跟中国有点像啊，刑不上常委啊，正国级咱们就算了，是吧？像这种的，你已经到了正国级了，有什么事情下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恶劣就算了。但是这个事情到了川普在2020年这一次选举他下去之后，整个就给打破了。就是2021年拜登上台以后，一直到2024年这个2025年的年初，这4年，川普有多少案子？各种各样的案子，刑事案、什么税务的、什么性骚扰的、延口费的，各种各样的案子，哇，居然不是有100多个，就明显的就是要置你于死地。而且不是后来又发生了那个巴特勒的那个刺杀事件，对吧？而且这个事件的话，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件，这个川普肯定要输的，恐怕是要输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啊。反正从当时的没关系，这个话题太远了。对，这是考虑，就是说你从选情和各方面来讲的话，对川普当时是不是很有利的？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的话，其实对川普突然间的这个民调各方面的这种支持度，
就一下子好像就提高了，对吧？因为美国人大部分还是相信有神嘛，对吧？你发生这么大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的话，大家就会去想，这事儿是不是这个有神助啊？起码冥冥之中有天意，有天意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带来一个结果，说这件事情相当于川普逃过了一劫，逃过一劫，这问题就回头你再去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既然的话呢，你说是要追杀到底，那为什么反过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在今天有了这种证据之后，把当初的这些黑手一个个揪出来呢？这其实也是对历史负责，对吧？也是对美国的这种法律和美国人民的这种意志负责。否则的话，这个事情不清不楚的话，最后来讲带来的结果是回头还是一笔糊涂账。回头的话呢，整个美国的各方面的这种我们说公信力也好，或者是川普的这样的这种执政，根本就做不下去。所以你看川普后来贴出来一张图片，是其他人这个发的，他转了一下，他说呢，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那么呢，这个一切都不会改变。上边的那就是画了8个人在那儿去，带着背靠，对吧？就是那个脸是朝向了这个观众的那个方向，对吧？其中7男1女。对吧？所以他说，就说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些人不被清算、不被抓，那么整个国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甚至的话呢，那种一旦比如说川普再下台，或者是一旦失去权力，整个的这些事情还会再发生，重新来。对，但是我现在补充一下，我觉得有你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在2016年的、2017年，川普也是面临同样的情况，他还是放了希拉里一马。我觉得跟过去4年川普被追杀关系非常大。其实他明确有说，用中国的话说很简单哈，叫做用直白的话就是你不仁我不义。你既然如此，我也要回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倾向于认为说哈，实际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政治斗争，它是一个法律斗争，就是是否尊重法律。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考虑那个叫做他2017年的那种仁慈了哈，他觉得我仁慈我觉得其实恰恰是打破了这个政治，因为在过去川普第一次为什么他放过了希拉里？因为他觉得这个事儿了就了了，对，大家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无论你在这个当初竞选的时候，如何的这种斗争激烈。选完就算了，这也是过去几百年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就这么走过来的。但是没想到的话呢，后来是用上了各种手段，政治手段、暗杀手段。对，21年以后，没错，走得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你把这步棋走得太绝了的时候，那你就不能说有一天回旋镖要调过来打着你。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么简单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往下追，我认为一定追到底，因为邦迪你意志强不强都没有用了。已经做成这个局了，你一定会去追到底，所以往下真的这个话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好吧，那要么我们就这样，我们这个话题先收到这儿哈。下面我们来讲一个特别的话题啊。这个我今天下午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慨，你知道什么感慨呢？我前年做油管的时候啊，我那年是32岁，我去年42岁，我今年52岁。因为做油管太累了，天哪！所以呢，我们早上还在说，对不对？石山说，我们谁能够回到过去啊？跟秦鹏的这个长相拼一拼，是不是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老中青三辈啊，他1年就10年，1年就10年。所以呢，这样的哈，我们下面这个插一段呢，这个我们来请来这个将来我们的嘉宾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叫做一个话题哈，请这个杨景端医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一个这个衰老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杨医师是何许人也啊？对于不了解杨医师的朋友，很多人已经了解了，他是牛津大学，曾经是牛津大学的访问研究员，美国杰弗逊大学的临床精神病学的教授，杰弗逊大学的叫做医院整合医学中心的中医和这个叫针灸项目的主任，同时呢也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高级会员，美国临床针灸学院的院长，同时3个州新泽西州、宾州和这个纽约州的执照医生。他最大的特点是出生中医世家，但是又学的是西医，对所以叫学贯中西。总而言之吧，他的这个简历我念下来的话，我大概念5分钟了，我不念那么多了哈。杨医师的频道叫做思维健康在油管上也有这个又行医又做网红思维健康也是很棒的一个频道，好吧？那我们今天呢，他还有他出英文版的书叫做《面向西方现代人健康美容的古老的诀窍》，还有临床针灸与古代中医学的这个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西方的书所以是我们华人的医生在西方社会已经很有权威了。好，今天我们请杨医师来，杨医师你好。哎呦，这个我得戴上我的耳机不然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对，我们得把耳机戴上了。对。好，我们要我这个好像我的声音没出来哈。我们要问杨医师的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时事节目哈，杨医师就插进来，我们讲一个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观众朋友有用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杨医师现在出了就是说一个系列的课，讲的是如何延缓衰老哈。杨医师听得见我说话吗？可以哈，好，对，好，那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杨医师。延缓衰老最重要的诀窍，就如果只说一个诀窍，那应该是什么？不行，我还听不见哈，把麦克给我打开。杨医师说话我有听不见。这样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第一次连嘉宾进来啊，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对，杨医师刚才说话我们听不见，我们导播把它再整好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见啊。不如这样，我们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哇，好，那你是最没有资格问这个衰老问题的哈，我是最有资格的在这里啊。现在我有几个问题，我发现呢，就是其实网上有很多说法，就是会突然想不起来一个人的人名或者一件事情，我很熟悉的一件事，对，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人，我天天就说我老说这件事，老讲，怎么一下子就突然讲不出来了呢？我有时候在做那个粤语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然后下面那个观众就会说你需要吃脑白金了，说我要吃脑白金了，然后说你是不是进入这个老年痴呆了等等啊？我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算不算是衰老的一个？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最后是不是变成这个所谓老年痴呆的问题？对啊，杨医师，来，请说，怎么办？这真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完蛋！这个早衰的表现，按照你这个年龄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哈。那么那是一个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神经细胞啊有一定的功能上的退化，所以呢它就有这个问题。从中医的角度讲呢，人家讲我们的衰老的原因呢是我们肾气肾精不足。肾气肾精呢是养髓的，而这个大脑呢我们把它叫做髓海，就是这髓之海啊，骨髓老髓的这样髓海，所以它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衰老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啊就是近期的记忆力啊不太好，注意力不太集中，有的人还会耳鸣还会这个耳聋这都是早期的表现。当然了，头发可能你还没注意到头发比较花白一点哈，这个人家说是肾藏精精生血这个发是血之余就是血的状态，健康状态的表现。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那个线粒体功能的问题。这个粒线体台湾人叫粒线体，这个大陆人叫线粒体，就是 mitochondria。它实际上是我们细胞里面的小电池。我们细胞之所以有功能就是因为它这里面有这个小电池把所有我们的营养物质、氧气都在里面代谢变成一个能量。说白了就是中医讲的气了，从哪来的呢？中医的气就是后天之气就是从这个线粒体来的。这个线粒体呢，老用的话，它也是磨损它也产生废气，然后呢，最后呢就造成了这个自我的损害，然后就细胞就越来越没劲儿了没有能量，同时呢，它自己的废物呢也让它造成破坏。就造成了我们说的神经性的一些衰退的表现帕金森综合症早老性痴呆这些呢都是这些表现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粒线体的功能呢保护它是很重要的。那怎么办呢？这个衰老好像是一场注定要输掉的战争，有没有办法逆转？也不能说是注定输定的战争衰嘛是指功能的衰退，老嘛是指结构的老化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都是老的表现，都是结构的变化，头发变白啦骨头变软啦，是吧？皮肤变皱啦
是吧？这个血管变突出了，是吧？就是这些问题。但是它背后的功能问题是比较多一些。刚才讲的记忆力不行，然后呢，将来的这个注意力也不行，听力也不行，性功能也减退，最后连大小便控制都成问题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功能的衰退。那生老病死嘛，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哈。但是每个人呢，其实我们现在都，所以这个衰老本身它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都过早的衰老了。这是个问题啊。那么过早的衰老呢，我们人身体里面有一个，上帝造人的时候有2个机制，一个是保证你要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粒线体产生这些自由基啊，这些废物啊，最后造成的损坏啊，破坏这个 DNA 啊等等，最后就让你衰老，对不对？就让你死去。那么这是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机制。第二个呢，也不让你过早的死去。所以它还有一种身体里面本身带有一种抗衰老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呢，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呢，是激活了这个衰老的机制，而没有激活这个抗衰老的机制。所以人呢，就是有早衰的问题早衰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说你活得越久越好，而是关心的是什么？你只要活着，你就希望你活得有质量、功能、有尊严，这才是我有尊严，这才是我们做这个课程的这个真正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这个活多久是上帝的事儿活多好是咱们自己的事儿所以大家还要对自己负责。好，那这个要接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要问杨医生如果你给我们指示一下像我这种已经早衰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起码要做到最重要的那一件事，那是什么事？那给我们一个建议吗？如果说的这个抽象一点它不是一件事儿，它是4句话。第一句话呢叫做饮食有节，第2句话呢叫起居有常，第3句话呢叫心平气和，第4句话呢叫适当补养。这就是补充。有道理我觉得具体来讲，你说。我评论一下，我觉得前面2句话石山全部违反。饮食有节，这个叫什么？起居正常，这都没有你继续来，杨医师。对所以这个是不花钱的事儿就是要做到。当然了，这个饮食有节呢，这个现在我们讲有些现代人要做什么间接性的断食。人家说这个间歇性断食就是跟饮食有节是相反的呀，对吧？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搞间歇性的断食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吃的东西无论是量也好，他吃的东西的内容也好，都是太不健康了，造成身体的一种过度的负担。所以呢，就像一个加工的机器你给它送太多的原料，它太辛苦，它就损伤很大。所以呢，你要让它休息一下。所以这个间歇性的断食它实际上就让身体呢休息一下，然后呢把自己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清理清理不然的话，这个垃圾的产生比我们清理的要快很多。那么这是一个。第二，我们吃的东西里面很多都让我们身体发炎中医的说法就是上火的东西那么这些呢都对身体有伤害，所以呢间接性的断食它就比较有用了。但是因为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你真正的是这个饮食有节的话有节制的意思说不多吃吃多样化，然后呢按点去吃这就是叫有节那个起居有常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运动和睡觉人不睡觉的时候那身体就没有办法这个去修复。所以呢，睡眠是很重要，睡眠是一个最好的药你如果睡眠有问题，你就等着吧，你的身体呢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睡眠一定很重要。那起呢就是运动了动了，
人不需要做很大的运动，但是呢，每天出汗，那总是需要的，是吧？不需要搞得很 fancy 哈。所以呢，它能够刺激粒线体的增生啊，提高这个氧气的和能量的代谢呀，让这个肌肉也延长寿命啊，等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饮食这个起居有常，饮食有节，还就是要避免吃那些脏东西，是吧？加工食品啊，这些环境的问题啊，等等。适当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呢，他到一定年龄之后，他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身体里的激素啊，是吧？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的吸收啊和利用啊都比较差，所以呢，需要一定的补充，一定补充。另外，我们每个人呢，天生的体质啊和生物化学的那种特质都不一样，遗传的特质不一样，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个体化的。有的人你就缺这东西，你就一辈子都得补，不然的话呢，你这方面就是弱啊。所以呢，不是说啊，我只要吃好饭了，就没事了。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强的地方，也有他弱的地方。那个弱的地方，你就是需要给他一点支持和补充啊。总而言之吧，人生老病死是一个规律了，我们无法抗拒。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活着就活着有功能啊，有尊严，然后有质量，尽量的嘛。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课程，别的做不到，让大家健康的多活10年，还是能做到的。对，好，对，要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对，因为刚刚杨医生说的什么4句话、轻断食啊。这个都是理论，我也听了很多，但是怎么做其实是不容易的。你说什么东西是有营养？我觉得汉堡包挺有营养的，这个东西啊。你说我缺什么？我觉得我缺钱。这个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杨医生呢，他是有一个课程是吧？对，是可以照着这个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这个很重要。如何抗衰老这个课程哈，这个课程是引导人们从这个现代医学和传统智慧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个衰老的本质跟可逆性哈。那杨医师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课程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什么？为什么要上这个课？我们上这个课其实就带来一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把这抗衰老常识化。其实我们要回归常识。很多事情我们做的不好，过早衰老，都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违反常识的事情。第二个呢，就要让它变得很实用、很简单。不是一些你非要花很多钱，或者是这个做很复杂的事情才能达到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要很全面，因为衰老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一个结构的衰老，但背后呢有生物化学的问题，那就是有营养的、有饮食的，还有我们环境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因素。第三个呢就是能量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最不注意的。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行为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影响我们的能量。现代医学讲这个粒线体是我们疾病和衰老的关键，那中医讲呢，这个气是我们人断气了就没了，对吧？对。说人家气虚啊、气这个滞啊、气瘀啊等等，都是气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能量很重要。但是影响能量的又是什么呢？影响能量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情绪，人的精神压力啊，精神压力。而这个精神压力呢，又跟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相处，是吧？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价值观，是吧？一个信仰系统。所以呢，我们讲四维医学，一定要从4个层面来抗衰老呢，它才能够从这个精神上、能量上、生化上和结构上全面的抗衰老。这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的一个特点了。好的。那这个课程呢，大家就是在网上下面会有这个链接哈，所以真的是杨医师一生的精华哈，是金玉良言呐。当然这个角度是说抗衰老，很多观众朋友年纪比较大了，都不像这个秦鹏这么年轻啊，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课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要所以这个课呢在下面就有哈，大概每个课我记得就是几块钱的这个费用，然后有一个系列的课，你看一个也可以，你全部买下来也可以。总而言之吧，就是给大家带来对于这个我们养生、这个抗衰老
这个最好的活得有质量最好的一些知识哈，所以请大家可以下面去点击一下啊，来订阅。好，杨医师最后有什么要嘱咐我们观众朋友的？怎么了？我希望大家多看《早安中国》或者思维健康，对，思维健康，就是这样。好，就是谢谢大家啊！好，谢谢。其实杨医师也是这个，其实是很棒的时事评论员哈。我们今天就不把杨医师混在一块儿了，对，以后再请他来哈。对，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看《早安中国》呢？因为互相吵架也是锻炼大脑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就互相要吵一吵，经常的。对，而且的话要和这个时事我们要跟进起来，因为那老的一个表现，我自己理解哈，就是你这个。脱离这个世界，脱离世界了。然后的话，你只喜欢去回忆过去，对吧？我觉得一个这种你要想变得年轻或者跟进这种时代的话，你就要去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应对？脑袋要持续运转。对，这个很重要。如果自己不想的话，就听我们讲也可以啊，没错。因为你要努力理解嘛，秦鹏到底说了什么，说的那么绕啊，那怎么回事啊？这个可以帮助大家。这个是这样，这个肌肉需要锻炼，是它才有。你长期不用，它就会萎缩。其实大脑也是很多人就是大脑，你一旦离开那个位置啊，你的那个脑袋就开始萎缩。我以前我记得那个是谁呀？好像是法国的一个总统，就是说原来南斯拉夫那个总统铁托啊，80多岁了，哇，反应巨快。然后他就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天哪！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人家说因为他天天。因为他刺激太大了，你一失去这个权位，你可能有问题，所以他用尽全力啊，在这想办法，结果他显得年轻。但是呢，很多领导人真的是这样的，从位置上一退下来就不行了啊，他就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老，就不动脑筋了。对，你就是一下春药就不吃了，这个有问题。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为了保自己的权利，对吧？对，我觉得其实你像我们的观众的话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就是说关心这个世界的话呢，甚至呢是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对吧？对，比如说支持这个早安中国，对吧？支持川普的，支持这个方伟的节目，或者呢一起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旅行，对吧？听石山老师去砍一砍大山，去讲这个。地质这个国家公园怎么形成的？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促进年轻我希望就跟进世界变化的一种方式，对吧？对，我们找了很多理由让大家可以活跃起来啊！希望9月15号之前，我的这个智力还能维持。对，这个石山这个看完杨医生的课，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啊！好，这样吧，我们讲完明征，再讲暗斗，好不好？好的。这个暗斗讲的是北戴河弹斗，对不对？石山给我们讲讲这个来龙去脉是啊，我们一起来对，来解中共的拳斗，帮助脑袋活跃啊！现在是这样，那个是什么？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他报了一个消息，其实他这个报的消息都是多余，我看了一下也没什么意思。OK， 他就是说8月初啊，将这个北戴河的整个度假就开始了啊，如何？当然，这个外界就对这个解读就是说北戴河会议啊怎么样？其实北戴河的度假和北戴河的会议根本就是两件事情。到底我其实啊，我在中国长大哈，当然了，我的22岁就离开中国，我现在也一大把年纪了啊，我都搞不清楚北戴河会议到底什么东西，什么4中全会、这3中全会我都理解，北戴河会议到底什么来历啊？其实北戴河是不应该有个会议的哦，因为那个时间是度假的时间，就是快入秋了之前呢，立秋之前，那是北方啊，尤其北京、河北那一带特别热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是以前又没有空调，又没有什么这种，所以大家怎么就去海边那个地方非常舒服，秦皇岛那一带非常非常舒服，海边的那个也非常漂亮，所以他就画了一大片地方啊。先说北戴河这个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北戴河不是一条河。哦，是吗？对，它那条河叫戴河，叫戴河，所以呢，实际上是戴河以北叫北戴河，戴河以南叫南戴河。所以，但现在你很少有人听说你去哪儿旅游啊？我去南戴河，都跟你说我去北戴河，对不对？啊，这么回事。北戴河实际上是有权有势，是北京的那批人去的，划了很大一块区域。南戴河呢才是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原来如此。对，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沟通啊，所有的谈话，
非正式的反而是最有效。所以啊，这些老人们到那个地方度假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打牌啊，什么打网球啊，或者是打麻将，怎么样，说着说着呢，就会引出很多当时的政治的一些事情啊，比如我们两个说啊，秦鹏这小子不地道，把他关罢了，不当总参谋长了啊，就是这个达能啊，就我们就是说着说着，我们俩越说越气。这时候我们就把高杰找来，高杰也来了，然后再把谁，我们就找几个人，然后我们当场就拍板，就干脆我们要做个决定。把下面部长也找来，把这个在座的中央委员啊，这个政治局委员都找来，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会议。然后他就说北戴河会议做了一个决定，就有了这么一个但不是每次都有，也不是每年都有啊，因为有的时候根本就什么决定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北戴河一旦有决定，那就是大决定了，就是通常会很严重。当然这个事情呢，它会延伸，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中国办企业或者各个省要做什么事情，以前就是有个驻京办，你跑步前进嘛，是吧？要跑到跑部委，但实际上部委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是北戴河最有效。就是老人在那聊天，然后就定下面要干嘛？没错。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进北戴河，你进不去，你是副省级的，你去都去不了，对不对？你可能是中央委员以上的这些人才能去，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找那些老人的孩子帮你递一封信，带个条啊，我找这个孩子说，哎，你拿给那个这个邓小平，老邓这封信看看啊，你去他们家的时候给我递过去，哎，你可以拿这个给谁，就是它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私下沟通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就谈到某一些问题了。下面的人通过正常渠道你是反应不了，你就通过这个渠道去说。那有一个老人说通了，他就吃饭的时候就讲了啊，这个事儿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等等啊。大家一听有道理，好，那就开一个会啊，就关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某一个事情又做一个决定。当时就把各个人都招到这儿来，现场拍板开个会。所以它北戴河会议是一个非正式又是非定期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却有实权是吧？对，它是因为有实际效果，这个参与的人特别有实权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件事。天哪，是世界政坛也没有，我觉得这也没有这种现象啊。对，很稀罕的啊。没有，所以就是那个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什么这个大会定小事，小会定大事，就是小会什么就是2-3个人谈一谈就把这个事情定了。那什么时候能够谈得很顺很畅，可以随便谈呢？就是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像就以前我记得尼克松的那个什么那本书啊，那个自传，他说你看啊，一个所有的 VIP 都在开 party， 200人，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拍板的就在那个房间里面那10几个。在里面端着酒杯，他说，但是最后最重要的2个人是在那个厕所里面关着门在里面谈的，就是说实际上是那2个人敲出来的。他就所有的这种最重要的、最重大的很多这种最有效的沟通，往往都是非正式场合沟通出来的。所以北戴河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OK，当胡锦涛以前那批老人慢慢下去以后，后面的这些所谓的元老，他的那个个人权威是不够的。他的所有的光环是他的职位，当他的职位没有，他退休了，他就没有这个光环了。他不像以前，像邓啊，像陈云啊，像他们那批人，他是一辈子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就算没那个职位，他还有这个权威，他个人权威还在。但是后面这批人就没有了，就是你虽然是常委你虽然是正国级，你退下去以后，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架不住有的人有的人想要用这个机制，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到胡锦涛后期，尤其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废除。你们对这个其实现在不许开北戴河会议，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在习近平之前或者他的前期，这个北戴河会议其实一直相当于是一直在的。对，就是有一些老家伙或者有一些这种人的话，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要把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思想
传达给现任的常委或者是这些高层，这是当时是有一个半存在的一个机制的。对。但是呢，到了习近平的这个后期的话，其实是这帮人是被打散了的。对，甚至的话禁止他们叫做串联。对。而且下了中央的这个文件。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为什么大家又在谈说这个会议又来了？而且他现在这个事儿的话，看起来呢，北戴河会议呢又对中国的政局、对整个的这个事儿越来越大的影响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好，我问个傻瓜问题啊，所以在前几年没有北戴河会议了吗？没有。哦，对，重新恢复。没有。好，而且今年的这个事儿的话，为什么它还有呢？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都证实了，他说这个8月初啊，他们这个中国这要搞一个这叫做他叫 conclave， 就是说选教皇或者类似这种级别的这个是秘密会议才这么叫，对吧？好像你是英语专家，对吧？他才这么叫。然后呢，他说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关税和中国关税谈判呢，要放在前边或者后边，现在看起来是放在前边了，因为他说这个贝森特现在说是下周的周1、周2，也就是说要到8月初的话再开这个北戴河会议，所以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美国的最高的这种内阁级的成员也都懂了他们要干嘛是吧？他得到了消息了，看起来就是说，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是8月初，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北戴河那几天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如果习近平身体很好，然后他大权在握，恐怕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跟前几年对呀，就很自然，我就会觉得呀，对啊。他如果一切都好的话，开什么北戴河会议？他废掉的北戴河会议，就大家去这个叫什么执行去领会精神，去这样做就够了吗？就定一尊嘛，就是顶层设计，我设计好了，你们就做就好了，是吧？你们就还要妄议中央，你们这个都是不对的，是吧？我一个人说了算就完了呗。但是现在又把这个东西翻出来，就是说它这里面出现变化了。这个变化有可能是，就是他以前的这种个人权威，他的这种位置，恐怕和前些年有所不同。就是说这里面会争论很大。当然，我们一直在谈，就是从这个去年3中全会出的这一系列事情。因为当你不在的时候，因为你不是住医院了嘛，你住医院，你可能习近平住院了，对，你可能住3天，你可能住3个星期，你可能住2个月，或者 game over 了，对吧？你后面怎么办？对，你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是吧？这个机制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谈的这个所谓的过渡班子。但你一旦移交给这个机制的时候，那你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个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小组要来决定了，要听医疗专家的，要什么？你说我好了，你们那干2天，咔哧又倒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权怎么往回交？这个后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背后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就围绕着这个权到底是在哪一边就开始展开。所以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是中央委员很重要了，而且元老很重要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北戴河也变成很重要？因为你那个绝对的那个个人权威现在没有了，就变成了那个大家这个要谈一谈又很重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北戴河代不代表这种老人在他们的回归呢？对不对？又是像那样的私下碰面，然后做决定，这个形成共识，是不是？就现在有可能是说，说反正大家都要来了就跟大家谈啊。中央委员这个不许不来啊，你去庐山也不行，必须到北戴河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就把这个事谈一谈。就它有可能，有可能是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说，北戴河又是如果按照以前你就以前的传统，就是北戴河定真格的，对，再去开什么4中全会之类的，对，是这意思是吧？是的。所以现在的传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贝森特讲的 conclave 这个东西，要先把这个人定下来，秘密会议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人物，或者他这个一锤定音的这个机制要把它定下来，先定下来以后才能做。其实你是说把它重新定下来，对不对？对，因为习近平定于一尊，人人听我的，这个天下就是唯我独尊。对，这个事儿已经出问题了。对，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7月底，按照他们的这个节奏的话，7月底30号或者31号应该开一个
政治局会议。30号或者31号开一个政治局会议，然后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会学习完了就是北戴河了，就是北戴河会议。现在就有说，对不起，这个会议是干嘛？就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吗？每个月这个是例行的。OK， 政治局有个例行的，每个月都要开个会。对，每个月都要开。现在传出来的情况是说，这个会议有可能定2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苗华的事，有可能何卫东那个到底怎么回事，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军委政治部主任是吧？对，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要定，就是说有可能要宣布双开，因为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总政治部主任失踪那么久，对啊，你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出问题了，已经这个人大代表的资格也军委也见不着他了啊，这个已经肯定是出问题了。但何卫东呢？何卫东是军委副主席啊。也不见了，你是不是也要给部队一个交代呢？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政治局会议可能要交代这个事情，是吧？第二件事，他们有可能会定4中全会。如果7月底定4中全会的话，那就是8月份开。他绝对不会拖。我说我现在定了以后11月开，为什么？中间因为是我达成默契，我才能定。就咱们3个谈好了，咱们上去以后，大家都投票选谁啊，咱们已经定好了。你过3个月，说不定你变了，变数啊！你方伟这个你又跟谁串联了之后，对你跟他一琢磨说这13啊脑袋不行，老化了，忘了这个投票的时候就变，所以必须要很接近，对，很接近。他甚至有时候接近到什么程度，就1个星期，就几天。但是现在就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2件事是可能在7月底，就是30号或者31号有可能会出来的2件事。那既然定下来，如果定下来的话，还开什么北戴河会议呢？他定下来就是说那个还要各种就是大家要讨价还价，对，要讨价还价，里面讨价还价，而且呢，他其实某种意义上的话，还要去把这个事儿落实。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经常的话呢，比如小会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的话呢，为了保证后边开的叫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对吧？就要怎么办呢？就要把每一个参会的人给他拿下就是 OK， 要把这个工作做到那儿，要交底，甚至的话呢，要把这些人拉来去谈谈，说，哎，这个人到底会不会最后投票，或者是最后如何去弄？他万一不投怎么办？没错，把柄我们抓到了没有？对，这是中共的这个就是非常这个隐秘的私下里边做的工作，就是这么干。而现在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谈了，现在中共这个权力非常混乱，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包括那个，我看那个经济学人最近也发了一篇文章，对，说这个习近平大权旁落啊，如何。当然，他也是从表面这些证据，包括什么 BBC 啊、法广啊，包括这个海外的，都开始评论了，都开始说。当然，他不敢像我们这样直接指出来这个习近平可能有问题了啊。但是很明显，大家都看出来不同了，和原来的这个做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这个大家说到底发生什么，没人知道，你要讨论就要继续观察嘛。那你说这个最大的一个事情，最近就是中央军委发的那个政工干部、政治工作干部要重建政治工作干部的信任。还有肃清余毒，到底是肃清这个苗华的余毒呢，还是肃清何卫东的余毒呢，还是说是肃清这个习近平的余毒？这个现在是大家网上是吵得热闹的地方。你要知道，去年3中全会之前，习近平还开了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延安6月份，延安当时他就讲这个是叫什么？惊涛骇浪是怎么讲？是怎么说了？你看这个，但他提到说就是说会打内战，他就提到这个事了。对，好像记得说的很重哈，说的很重。6月份说什么东西啊？对，然后7月份就吭哧来这么一下，就这3中全会就来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政治工作会议，这个很明白的，大家都知道，明面上一定是肃清苗华的余毒。那苗华是这个2017年就是这个接任。这个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在他之前是李基奈，
李基奈之前是张扬，张扬在之前徐才厚，所以你看这个4个啊，现在这4个人，有3个给打倒，死俩，徐才厚死了，张扬也死了。这李基奈现在这个还活，这没问题。但李基奈也属于被清算的一个对象，因为他的儿子说是出了问题，对吧？而且他是以前是搞装备的，搞火箭的，所以你后面出了这么多事情，你说跟他有没有关系？谁知道？但是你想，这一帮政治工作的将军，专门搞政工的将军，所以你连着这个出事，下面的。这是牵连进去的，大量的都是政委，什么兵种的政委，什么战区的政委，全都是这种，一大堆，就是都跟政委有关。因为这个政治工作部就是以前的总政，就是这4总部嘛，以前啊，这个总政的主任，那个权力是非常巨大的。他到底干嘛？他是在战争的时候，他是属于监军他有这个军队军事系统指挥，政治系统呢，他有另外一套，就属于监军以前就是我要看着这个部队有什么思想动态，尤其是这个师长军长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叛逃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是盯着的。那平时的很重要的就是所有军队的人事。谁应该调到什么地方当，全部都是总政提名总政提名，那权力可大了啊！对，非常巨大。你有问题，他决定要查你。以前军纪委是由总政管的，现在把它独立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人事权全都在手上。所以这次苗华为什么一出事，一堆啊，那个下面的一堆这些人都出事。具体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是给钱了，还是怎么了？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造反了。但这个下面他就是出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苗华是习近平的亲信，是他的嫡系，31军出来的，从一个陆军出身的到海军去当政委，再回到总政这政治工作部，这都是习时代的。对，这都是习时代，再回来，然后现在又出事了，就是他是一步一步。那这个包括何卫东，甚至包括张幼霞，都是当时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习近平的人嘛，就是一批人上去以后，这批出事出了好多，一大堆哈，一大堆，现在就是管人事的。所以什么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做节目，有一个消息讲说，现在军队的这个军事将领对政工将领非常不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不搞军事训练，天天在政治学习。真的。你要毛泽东时代就每天下午都要政治学习，一学就学3个小时。但是学习其实你知道很烦的，你就拿一个东西读完了以后，每个人谈你有什么领会，你有什么领会，你有什么领会，谈的那个就非常。那个军队是特别讲究这个是林彪的做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永远是政治第一，军事第二。我先不管你能不能打胜仗，我首先管你会不会叛变，这个才是重要的。OK， 对，所以他那个政工系统本身是一个防止内乱的一个东西，因为监军系统中国古代就有。一般太监是不是？派个太监，皇帝身边派来的人。对，因为皇帝最信任嘛，就把他派出去。当然，很多朋友可能说太监不会打仗，不是有的太监很能打仗的，郑和就是太监啊，郑和海军司令啊，这个大海军司令啊，这个也很厉害的。他那个有的那个太监也很厉害，很能打的。当然就是说他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皇帝信任的人啊，派你去。当然，郑和不是监军，郑和直接就是军事，就直接是海军上将，就是这个直接是海军司令，带着舰队出去的。但是大量的这种在军队里面都是有个监军，这个监军呢，是你打完仗你要写报告，监军要跟着一起签名才能给皇帝的。有时候一些指挥的一些监军也在后面跟着签名才有效。你要调一些地方的粮食啊什么，他必须是要2个人一起做。他怕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拿这个虎符，你就横行天下了。因为这个
唐朝就是发生这种事，那种节度使一个人，我天哪，不得了了。是共产党它的这个模式基本上是这种模式，这个是中共军队的特点，全球唯一一个，就是这种双首长制，就是所谓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以前苏联最厉害的时候，也只有师政委。下面是没有的，下面都是单一的，一个团长啊、营长、连长，没有什么这个党支书，没有什么营教导员什么团政委没有的，只有到了师以上才有政治委员。到了后来，他把这个政治委员的也取消了，所以只有毛泽东的这个模式叫毛式军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哇，所以现在他们去肃清余毒，你可以想象，那就是肃清苗华的余毒。苗华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苗华后面就是习近平。其实习近平本质上就是整个中共军队的一个政委，因为他不懂军事，他也不懂军事技术，他也不懂军事训练，他也不会具体指挥，但是他是主席，是吧？实际上他就是这个总政委啊，这个一个。所以现在到底是肃清什么？比如说军报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发了好多次文章谈民主集中制。当时连着发了6篇还是几篇的这个文章，对，因为他的那个对面，他所否定的东西就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军委主席负责制，定于一尊，这个就是在军方来讲就叫军委主席负责制，但结果在那系列文章里边就不提这个茬了。对，所以它是针锋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我们不是就是让习主席放心这个定于一尊，你不提这个说法了，就不提你这个说法，因为这两个是相对的。对，因为我也谈过很多次，就是说。民主集中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在决策之前要有充分的讨论，这个是民主这一段。一旦做出决定，那就是集中来进行指挥，所有人都要听命令。所以这个在美国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也这其实是个好的管理制度，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共产党早期很多这个成功啊。它跟它后面的这一套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它里面是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机制在里面的。但是到了习这个地方，他把它改了，就是说集中统一领导，一个人负责，也就是说决策你们也别讨论了，你们懂什么？你们狗屁，我一个人说了算，对。所以他后面的军报，甚至后来有一些党报也发这个文章的时候。在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针对的，就有动向了哈。对，他就是针对的就很明显，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针对习近平的嘛。所以他现在那就是说，那我要肃清余毒，肃清什么？要恢复什么？要恢复民主集中制。那其实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余毒？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你要集中统一领导。就是你要定于一尊，这个就是一个毒，我要把这个余毒给去掉。所以现在你分析到这，你就知道是未来这个大家一谈，肯定是去除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去除的时候要讲这个学毛选，现在就部队里面要学毛选，为什么学毛选？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提出来的。对。对，因为毛泽东里面借尸还魂，毛泽东选集里面有大量的讲到这个问题。OK， 对他这里边现在的这个高层政治里边的军方啊，就有2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现在是相当于是把毛泽东重新提起来了。对，这是第二个呢，你注意到他的这个当时肃清余毒这篇文章里边还把习近平提了一下。他说要在这个什么习主席什么领导下，对吧？然后呢去肃清余毒。这个的话呢，就把一帮人给搞糊涂了。对，他说，哎，什么情况？这好像还是大权在握呀。但是呢，好像是习近平亲自清理这个就是苗华这个余毒啊，对吧？但是呢，我说你要是了解中共这个党史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那么一段，就是毛泽东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被大权旁落，被赶到一边的时候，就是那个62年之后，那个时候7000人大会的时候。但是呢，7000人大会的时候，相当于是这个毛泽东被批的灰头土脸的，就是完全的话，就说那叫3分钱财7分人祸，对吧？7分人祸相当于就是说，你毛泽东的话完全就是个混蛋，
对吧？你把整个国家搞得这个一塌糊涂，饿死这么多人，然后把整个经济生产各方面弄砸了，所以呢，对不起你。一边待着去，所以呢，后来那段时间，相当于是这个刘少奇以及他们很多人，就是包括邓小平那帮人，对吧？他们实际上是整个在掌握这个权力。毛泽东基本上除了这个部分军权，他什么权都没了。然后结果他就只能到处去这个游个泳啊，或者去搞个什么东西啊，视察。但是呢，这段时间结果这个刘少奇这帮人干了一件事儿。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为了这个显示我们还团结的胜利的这个党怎么办呢？拼命的在鼓吹这个毛泽东思想，还搞什么那时候那个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毛选第3级、第4级，对，第3卷，对吧？对，就那时候就后来的那个还鼓吹了一些这个叫做学习毛选的一些英雄人物或者一些林彪什么啊，对，雷锋嘛，当时就结果把这个事情就弄得是沸沸扬扬的，所以在外边来看，当时是觉得哎呦，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了，对吧？但是后来的话，当然毛泽东也利用了这一点，就是才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嘛，因为他相当于是只要把军权拿在手，再把这个利用那么高的威望，我就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所以他相当于是玩的这一招。所以呢，我说你要是了解党史来讲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在这个里边捧两句习近平，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也证明不了。而恰的话呢，中共这个问题，中共这个体制里边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要问，枪杆子在谁的手里边？这是个大的问题，对吧？你要熟悉共产党的做法。我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毛泽东1946年双十协定的时候飞重庆，下飞机第一件事，蒋委员长万岁！我们要这团结在蒋委员长那个周围，什么讲，把当时旁边人都吓懵了，是吧？就说这，哎呦，我的毛泽东这个，你认为他是真心的吗？你认为他是什么吗？所以这共产党做事，他有他一套他自己的一套体系，一套他的思维啊。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个要怎么习近平你在做具体的事情，然后把习近平那个帽子戴在那个地方，完全不是，就是不能解读成这是习近平亲自指挥肃清余毒。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来这个简单评论一下啊，这就是所以共产党说瞎话，简直是他的生活跟工作方式，是吧？对，口是心非，简直是家常便饭，融入到血液里面，融入到每件事情里边，这是共产党撒谎的那么一套运作机制。这是用蔡奇的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入心、入脑、入魂。这他的这一套什么东西？瞎话入心、入脑、入魂呐？对，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说这个习近平看起来是大权旁落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事儿。这个证据对吧？就是77事变的时候，就卢沟桥那个事变，不是所谓的抗日战争什么对爆发88周年嘛，对吧？这个是他每个77或者88这个事儿，它是个大数，不是按照平常比如什么中共建党或者是中共建政什么逢五逢十，不是，它是88就按理说今年是非常大的一个日子。OK， 结果这么大的日子的时候的话呢，习近平干嘛去了？跑到山西阳泉去，视察去了。旁边没跟个什么人，就跟着当地的一个什么人。结果的话呢，他去说要百团大战的一个什么纪念碑。结果的话呢，还没有军方的人。对，就这是个非常荒唐和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很像1963、64年这个老毛出去闲逛，是吧？啊，没错，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同一个时期的话呢，恰恰就在这个卢沟桥这儿。太奇在那儿是竖着，在那儿去主持这个大会。下边呢，什么张又侠呀，什么王小洪啊，还有一大堆的什么军委的那两个委员呢，几个委员都出席。对呀，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中央委员的什么等等，这帮都出席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习近平哪儿去了？所以这个其实代表说，这个看起来习近平这个大权就是出了问题了。而且同一期来讲的话，前2天，中央就是那个公安部的这个特勤局。他换人了，以前的时候是王小洪的一个亲信，叫王志忠，现在呢换成了这个太奇的这个一个人，对吧？这个人的话呢是原来浙江出来的，然后变成他的，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太奇的，现在呢手里握着2个这个
看着老家伙们的，或者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两个东西，特勤局加上了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是监视和保护这个正国级的，特勤局是保护这种看监视副国级的。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是权力真正是在太极手里边，而张又侠给太极去站队。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大家认为说那次的这个就是卢沟桥那次那种叫做公开的宣誓，就代表着说太极这个张又侠站出来说，哎，我支持太极，太极的话呢跟我们是一伙的。然后呢，结果你看过了几天，然后王小红的这个亲信换掉，又把他的这特勤局的那个职务拿下来了。他还不是到期，比如说到年龄了，然后就退休了，他不是，去干嘛了？那个王志忠去干嘛去了？管这个叫做出入境管理局。就明显的是贬官的吧？贬官了嘛？你原来管特勤局那是个什么级别，对吧？结果你去管那个什么？对，出入境管理局。所以基本上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报纸上说的不算数，对，嘴巴上讲的不算数，谁抓着枪杆子，谁拿着实权，谁拿着武装力量，谁算数，对不对？对，这是那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所谓厚黑学，就是叫做说软话，做硬事，然后下狠心。这种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啊，方伟这个人真不错啊，背后啊拼命待会儿就一棍子就砸下去了，就他全部是这一套。所以这一套他们用的是非常厉害，而且真的是管用。他们在那个系统里面，从毛开始就是这么干的，习本人也是这么干的。所以你现在后面的人也，我估计也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这个传统啊。对，后来为什么那么多帮人，包括这个红二代呀，就是那个包括这政治局常委呀，包括其他的好多人对习近平有意见。习近平在上台之前，真正的叫做这个19大之前，这真正成了党魁嘛。那之前19大真正的是所有的权力到最高这个顶峰了，对吧？实际权力。他那个之前，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跟所有的派系都承诺，跟这个红二代讲说，哎呀，这是我们要把权力拿回来给我们，他们是给我们打工的，对吧？他们只是掌柜嘛，我们这才是老板。没错。后来的话呢，他又跟那个谁，类似胡锦涛那边的去讲，对吧？说啊，你看这个你是我的恩人，我怎么感谢你，对吧？高风亮节。然后呢，跟这个江泽民和这个邓庆红那边也是拼命的去承诺，跟那些什么就是那种我们说其他的那好多力量也承诺，结果回头这个人家伙啪翻脸了，全部的一个个清算。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得罪所有人呢？所有人都骂他。这是我觉得是中共刚才这个我说史山老师讲那个中共厚黑学的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就是前边的话就是说话不算数，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集中表现。心狠，叫什么？心狠手硬嘴软。好吧，行，我们讲完了这个美国的明争，我觉得美国明争20分钟不到就讲完了。这个中共的暗斗啊，讲了这么多，还讲个外围，讲个运作方式，对，秘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这就是两国的不同哈。对，好吧，你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有这种事的，那史官记载只是说这个那个大殿里面一阵喧嚣，然后血肉横飞，发生什么谁不知道？有人靠猜。现在中国这个就是这个出来以后，每个人都是朋友，搂肩搭背的，然后瘸着一条腿走过来。好吧，我觉得海南也是个事儿哈。海南要前几天昨天吧，要建立什么全球最大自贸区哈。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早上谈了一下嘛，对，还是蛮多学问的，蛮好玩的哈。我们来说说看这个事情怎么样。这个秦鹏，你说这个，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事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说现在的话呢，中国经济现在是出了大问题嘛，对吧？出了大问题，大家当然就要去讲说你这个改革开放接下去怎么去走，对吧？你结果的话，现在我们它就出来了一个叫做海南自贸区，对吧？看起来说要把这个海南自贸区这样的一个这种经验摸索出来，然后的话呢，意思是暗示大家说将来会推广。那么他怎么去摸索出来呢？现在全球不是这个川普都在去跟很多国家在谈零关税，同时的话你开放市场吗？结果的话呢，这个海南自贸区现在也这么玩。他说，一线的话呢放开，二线的话呢这个叫做管死，对吧？然后呢这个全岛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一线，什么叫二线？一线的话就是说这个海南岛和国际上它是个零关税。
完全开放的这么一个状态。OK，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海南岛和这个中国内陆地区，就是呢，它是还是有点像这个香港和这个大陆一样 OK 它有一套的这种关税啊，或者一套这种管理体制啊，这么一个东西。当然，对海南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更多自由。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整个全岛。海南岛就相当于变成一个超大的一个自贸区，然后呢，在这里边它还什么这种，比如说这个你在个人所得税，对吧？它就跟香港就有点像15%，自己想造一个香港第2是这意思吗？有点这个意思。 OK 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会去想说，中国这个东西，第一，它能不能干成，对吧？因为它看起来野心勃勃。第二个来讲的话，它整个情况下的话，到底能不能，比如说，让整个世界再去相信它呀，或者让整个这个经济更加搞好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聊一聊的，因为现在整个网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好，石山怎么看？对，其实这个事情啊，不是现在提出来的啊。1980年代那个时候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海南岛是广东省的一个区，叫海南区行政区。它是海南，到了80年代，大概是85年、86年提出来，就是撤区建省，就是到了后来才把海南变成了一个省啊，就是专门的一个省。当时提这个点的时候，就直接就是说，海南要变成中国最大的特区，特到什么程度？比深圳还要自由，就是完全向香港看齐。你说什么时候？80年代？大概是86年、87年，就思想最开放的时候。对，OK，就是那个时候不是13大，赵紫阳是什么一个中心2个基本点啊，大进大出什么这个3来1补，这各种14个沿海城市全部开放，然后海南将会成为最大的一个特区，这是当时1987年这个定下来的东西嘛。当时就是说海南要变成一个最大的特区，说的就是这个自贸区，而且当时海南还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操作，准备把这个海南杨浦呢整个就包给日本人，没钱呐，就你日本人来干吧，日本人来干一个大型的工业区，就是完全参照香港的模式，但是也不收你这个增值税了，我就收你这个销售税，你卖了多少钱，你给我交税好了。当然这个做不下去，因为你这边要收回香港，那边又卖了一个海南岛一大块出去，这个肯定是做不到。到北京这个东西就给切掉了，就做不了了，挡住了，就是说不可能这样做。当然就自己做能做吗？你很难做，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想法的问题，而是一套操作，它有一套体系。香港不是说是一个岛啊，或者是一批讲广东话的人，香港是一套制度，是一套体制，英国的制度。对，对，你能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吗？能保证自由又能保证稳定。你有这个海币吗？别人有港币，你有海币，你没有。所以这一套这个资金进出怎么管理？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去海南岛，然后海南岛可以自由出去吗？这一系列的人员的管理，你出境要不要管？入境怎么管？这个国安呢？这各个方面是不是异议人士可以去那个地方就可以随便？这一系列的东西。那当时中央没批准，那现在是不是中央批准了？其实当时中央是批了的，据说是 OK， 就是赵紫阳时期已经批了，只是这个东西做不下去，没法做，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啊，对，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每一道具体的问题就卡住了。所以我们听过很多次说海南岛啊，这个下半年就要封岛了，封岛以后就里面就是彻底自由化了。你们外面人就进不来了。有一段时间还讲说要跑马，对吧？对，要有这个博彩。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你放心好了，博彩这个东西一定会，这个叫做博彩业、赌博啊，然后这个红灯区，我跟你讲，这个是共产党管理，这个他很在行，对，很在行。你真正要管理的是资金怎么进出，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跟你讲，所有的区域经济的策划计划，
它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啊，比如说这个地理位置，比如说水源够不够啊，这等等啊，但是所有的这个区域经济的规划，排第一位的就是人，就你这个地方有没有足够的够勤劳、受过教育的人。而你要开一个自由贸易区，你不是说我要找一批能种地的，或者是我能建房子的人，你要找一批真的有经验，而且是国际水准的服务业的这么一批人。海南岛有吗？或者从中国从哪个地方搞进去，或者谁愿意把钱投进去跟你一起做这个事情，这个恐怕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对，这个石山老师其实刚才已经讲了4个方面了，对吧？就是说你海南岛你要想建成那样一个自贸区来讲，你某种意义上你得比较这个香港和新加坡，对吧？你得有这个建立一套法治，大家相信的法治。对，你不能说今天的话，这个来一个外国人，哎，回头大家找不着了，说这个人哪儿去了？哎，关起来了。这个事情现实出境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得法治得大家相信。而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它这是一套英美法系，对吧？这个大家是公认的，是有这种可信度的。第二个来讲呢，是有它这套信息的流动的，对吧？你这个套自由这套机制，这个东西是可信的。现在中国这儿还有互联网封锁呢，你这个海南岛能不能干出来？第三个的话呢，是这个金融问题，对吧？你刚才讲说这个是不是发行这个海岛币？对，还是说是整个这个钱你能不能自由，对吧？啊，比特币恐怕也不行，为什么？你中国大陆这个比特币是限制的，假如它地方能够兑现，然后又能够去往外走钱。相当于它比特币将来在中国就合法了，对吧？你回头大家可以去它做一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接下去的整个这套机制，能不能这个整个让更多的中国的那边去接受？就是说中央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敢不敢真正的放开？就是说你虽然你可以在喊着很凶，对吧？我要建成新加坡，我要建成香港。你敢还是不敢？这其实是个问题。他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大问题，因为海南岛第一次开放的时候啊，大概在1988年还是什么？89年好像是正式的建省，好像那一年。然后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大量的走私的车就是从海南来的，因为他不收税了，他是免税了，然后就大量的车运到海南，然后海南就通过各种的走私方法就上了大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州，那个偷车牌，因为以前没联网嘛，你偷一个车牌，那个偷一个军队的牌可以卖700块钱。700块钱就是他走私的车，他把那个车牌挂上，开着就往内地跑嘛，是吧？就管你那么多呢。你因为路上不敢拦他，所以他最贵700啊，700很多啊。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所以那个他是大量走私出现。大量走私，第二个就是大量的房地产资金投进去，没有搞别的东西，就是房地产。对，海南，你像这个潘石屹啊，什么冯仑呐，或者什么等等，王石啊，他们那个早期就是在海南炒房子，还在那发家的啊，在那发家的，对 ，OK， 还有那个任志强，对，所以的话呢，你是说这个自贸区它最后会不会又变成新一轮的这个炒房子，对，还是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些这种雄安，对吧？这其实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也是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看哈，就是什么海南的什么自贸区啊，包括说整个的中国经济改革，我觉得就是一种叶公好龙，他要的只是要钱，他要的只是要财富，他真正创造财富的自由，他是不敢真正去做的。就跟当初1920年嘛，那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嘛，对不对？对，其实实施起来之后，确实啊，这个田就这个农田就兴旺起来了，这个粮食都种出来了。他一旦等他拿够了钱，够稳定了，他就全部废掉，重新再搞他的共产主义那一套。所以呢，我觉得所谓的经济改革嘛，对不对？我觉得到现在改来改去改什么改的，那叫做根本就不是，我认为是他的一段艺术，因为他活不下去了，他才搞到后来之后呢，然后对大家发财了，对不对？有钱了，人家说话声音大一点，马云说话稍微大一点，就把马云干掉。就是他走来走去又自己走回去，没错。他并不，他既不认识也不欣赏，甚至于害怕带来财富的这些自由制度。到一定时候一开始装模作样放你给一点制度，他不敢给的彻底，到一定时候还要往回收，所以最后搞到最后都是就是没戏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中国的经济线搞垮，我认为是个必然。
他不是习近平是个昏庸的东西，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制度性的一个问题。对啊，所以海南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你刚才讲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网上我们说在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你可以许诺给大家很多好政策，对吧？什么关税啊，什么收税啊，什么其他的很多东西。问题是，这个政策到底能持续多久？对。问题是的话，将来比如说我挣了钱之后，这个钱我能不能这个有命花，或者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给带出去？这其实是很多人在担心的，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你不管是马云还是说是谁的话，在香港或者在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嘛，就是李嘉诚嘛，对吧？你香港挣了钱，现在你某种意义上你都拿不出来，对吧？你这个就是巴拿马运河，你的这个港口，你都不敢，你卖不掉了。他不让你卖，对吧？所以这其实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这个政策可持续性，以及呢将来这样的一些钱，你能不能真的归你，这是个问题。对，没错。我是有个同学哈，其实以前是，我这么说他会听出来啊。以前是中共当第3梯队培养的人，非常聪明啊，就又红又专。结果呢，后来我想他把共产党也看透了。结果后来发了财之后，发财不久他就撤了，连人带钱全部走。去到别的国家去，对，这样你就可以，你还可以玩，你可以就是说，你就将计就计嘛，对不对？他给你政策的时候，你就去弄一弄，你就知道将来就要变，因为他就是个假的，这个假心假意搞这个自由制度的人，所以呢，到一定时候你就一边走一边做，你就要一边撤，你要撤不干净，最后被人家。对啊，这个现在国内那还是不行。这种人其实也不多呀。你看真正的撤出来，也就像这种潘石屹这种房地产的，对吧？凤毛麟角。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问题。因为你把这个潘石屹的他的房产最高价值的时候，和他现在真正拿出来的钱，那有的人会觉得。哇呀！我损失了很多，所以就是这一杯水，现在给你半杯水，你是觉得哎呦我太幸运了我拿出半杯来，还是说我本来有一杯水，谁给我干掉半杯？这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共产党就告诉你，你不光一杯，你还有一盆呢，所以你就会继续往前走，最后就被别人这整个杯子扣在里头了。所以不能认识共产党的本质的话，你最终很有可能就还是陷在里头。就什么都没有，对啊。潘石屹是从底层出身的啊，所以你认为他脑袋看得清楚是吧？对，因为他我记得他写过，他父亲是右派嘛，在甘肃农村，他说他初中以前从来没吃饱过饭的啊，但是上学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这些在上面的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但你说海南这个地方啊，我必须说它这个地理位置，海南3.2万平方公里，台湾3.6万平方公里。哦，是吗？对，就是相当大，非常大。以前那个人口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人口也都是几百万，甚至几百万人。然后，但是海南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很长历史的通商的，它开发的时间更早，在中国历史上记载上。海南出现的比台湾要早得多那个郑成功以后，台湾才出现。对。然后海南是在汉代就出现了，就是经常占了又放弃，占了又放弃，说这个地方统治起来成本太高了，算了就放了。但是海南这个地方，你在现在这个地方现在来看，你看它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好，它是这个整个亚洲啊，整个东部亚洲的最中间，它既是人口分布的中间，也是地理分配的分布的中间。然后这个东南亚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啊，和这个再加上这个韩国、日本啊、台湾呢，这刚好是这样一个最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它那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好，又凸出来，面对着很大的一个南海啊。你知道海南岛有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不叫城市了，叫什么？叫做市级单位。海口是吗？三沙市。对，三沙市，三沙什么市？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怎么可能？但因为它是，这个西沙群岛，这个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都归它管。人口只有这个人口是有2000人。
对，然后全球最大的市，对，全球最大的市2000人，然后就分散在很多，他们的真正的市政府是在三亚。好吧，我们得收了，快2个小时了哈。收之前这样的，因为我们开始讲这个叫做健康养生、防衰老，对不对？下面给大家再做一个推荐哈，因为这是加拿大的那个叫做加拿大的参啊，叫做黑高兹。加拿大参是西洋参嘛，西洋参所提炼出来的，它解决什么问题呢？刚才说了，杨景端医生说了，对不对？第一，吃的要规律是吧？第二，睡的要规律。第三，什么要起居。怎么样哈？第四要补，对不对？还有心态是吧？所以现在很多人的三高就越来越多了，血糖高啊，容易疲劳，睡不好，睡觉哈，免疫力差，那么很多人都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好哈。其实我呀，新田呢，包括我们小编都在吃，给大家我这个方伟时间的观众朋友很熟悉啊，性价比就非常好总而言之吧，它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滴的，你知道。滴一下，然后喝口水进去完了。还有就是拿个勺一咬，一小口，就人参的，你知道，这样吃就非常非常方便。总而言之吧，就是说这叫做黑高兹哈。那么吃完之后，这服用这个有一段时间之后呢，血糖就会稳定下来。所以人会有精神。这都是我们有很多的实例啊，就不多说了。另外价钱也非常好，这个黑高兹呢，在中国国内现在也有卖，一瓶呢100克单价是2800块人民币，哇，400美元。那么现在在这儿买呢，同样规格两瓶才260块钱，所以价钱是非常的棒。总而言之吧，对身体很好，那么补身体降低血糖，那么同时呢，价钱也非常非常非常棒哈，所以价格超合算。我们今天毕竟除了时事，我们讲到一个养生的问题的，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可以推荐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2个东西啊，一个就是杨景端医师的抗衰老的课程，第二呢就是这个黑高兹Genex。非常棒的东西，现在这个产品卖得很火，目前的优惠如果不赶的话，可能会变，所以大家现在不妨多买一些，你要要试一试的话哈，不然以后优惠就没有买，就没法买了。行，那就这个情况哈，节目完了之后呢，下面链接就有这2个东西，一个是杨景端医生的课程，一个是这个叫做黑高兹哈，石山。待会儿给你试一下，对我应该是完了，下个节目马上就不一样好吧，行，那就这样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啊，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那星期5呢再跟大家见面，好吧，走之前呢，请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哈，能够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那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好吗？好了，那就这样喽，OK， 好，拜拜。